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这个游戏已经5年了，但是在国服呢只有3年的时间而已，所以他们的热情可能没有像国际服的玩家淡得这么快。在昨天我就在群里面看到有人发通知，有人被清零了，但是我走过去一看的时候，实在是让我太震惊了。那么这一次震惊呢，不是震惊被清零的那个玩家，而是清零的场面。我没有想到这个游戏已经这么久了，这么多玩家都讲要退坑，还是有这么多人。那我们看一下当时候的情况。那么你们也看到了，这个画面是已经有玩家被囚笼了，而且他被锁的时间还剩下3分钟而已，估计会开多一个囚笼。那旁边的队伍全部都是来自16服的。不久之后集结是已经到了，是开亨利搭配诸葛亮的集结。但是因为这个城市有1.4亿战力的关系，所以要打下来也不是这么简单的，只能靠后面一直补兵上去。至于防守方是用芝诺比亚搭配菠萝头。那老实说，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觉得这个玩家死定了。旁边这么多人，只要再开第2个锁，这个玩家还在狂热状态，这个玩家就肯定死定了。那么你们也明显感受到，当我看这个画面的时候，我是完全没有打架，完全没有动，都已经感觉到有点卡了。试想一下，在这样子的环境打 KVK 的话，到底有多卡？而且这个玩家要治疗的话，应该很难。你们可以看到旁边有多少个侦察部队的线条。再加上他的城市旁边有这么多的围殴队伍，只要设备不好不能点到治疗，这个玩家就完蛋了。不过这个玩家1.4亿，照理来说16服那边应该要开2个集结才对啊，他这个一个集结打有点太慢了，而且比较亏一点啊。我看了这一张地图的分配，虽然说16服的阵营只有他们自己而已，就是讲没有其他联盟啊，但是我看到他们有开2个军团了。如果可以把其中一个联盟踢出去，换去另外一个军团开集结，又或者是直接让另外一个军团开集结的话，会比较快一点。也有可能他在开啊，只是我们这边看不到而已。不过当我录制这个画面的时候，也就是集结刚到的时候，囚笼还剩下3分钟多的时间，也就是说他们准备时间是花了蛮久的。开集结的时间还要号召这么多的玩家过来，这里就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。我们来看一下囚笼剩下多久时间，1分钟49秒。要开始准备第2个囚笼了，不然这个玩家是打不下来了。还有1.4亿。我比较担心是这个玩家之后会拿个国王头衔啊，拿了国王头衔之后就不能囚笼了，又或者是他的狂热可能会过掉。只能说这种高战玩家，除非他是真的没有在线之外，否则要在这么短时间内把他打下来是真的有点难了。哦，开炮了！哎呀，可惜。1分钟半，哎呀，我本来还想要看清零现场，哇！如果这边旁边这么多人围殴的话，这个玩家是肯定死了。哎呀，只能说很可惜没有看到我想看的画面了。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这里的人数到底有多夸张啊！蝗虫过境啊！哇，我的手机好卡。哦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子的画面了，人数这么多。虽然我们近期也是有2个先锋王国在打着 KVK， 但是人数并没有像这里这么夸张啊！这个太夸张了，人数这个是无法预计的，名字都是密密麻麻重叠在一起啊！哇，好卡，真的好卡！在这种王国打架就完全没有体验哦，你只是玩游戏体验啊，因为卡到你已经不能操作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体验了。不过我听一些国服的朋友说，他们现在没有这么卡了，可能是因为他们全部人都在中国的关系啊，所以伺服器可以维持到。最后这位被集结的玩家剩下1.39亿，在一开始他的战力有1.46亿，所以估计下来他应该是没有死兵，又或者是死一点点而已。至于击杀积分提升了146万左右，我个人觉得不太亏啊，反正他没有死多少兵。但是只能说他的运气是真的非常好，并没有在狂热状态，而且他的战力也足够高。如果他的战力接近1亿左右的话，那你们看到的画面就不会是这样子了。1.4亿跟1亿左右的战力还是有差别的。部队没有这么多，也比较容易打下，甚至有可能集结一到了，他们就马上开始围殴。这个玩家也是有皮肤亚特兰提斯，那你们也知道，如果在国服那边要抢到登峰造极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也相信这个玩家氪的钱应该也不少，毕竟他也有芝诺比亚，还有菠萝头，装备方面应该也是搞好了。不过我觉得这个玩家如果再拖久一点时间让他们去围殴的话，我觉得会更好玩了。毕竟他都有菠萝头了，照理来说给人家围殴的话，应该也不会亏太多。而且他的击杀也不算是特别低的玩家，所以应该是会玩的，只是他不想要牺牲这么多部队而已。毕竟你们都不知道这个速度到底能不能拼得过对方，
只要来不及点治疗这个城市就完蛋了。也看到他在开炮的最后一刻，黄血剩下一点点，他没有等到红血，他应该也是有看战力剩下多少。不过问一下在座的观众，如果这个玩家是你的话，这个城市是你的，在这样子的情况下，你会选择接完集结之后让人家围殴，还是像这位玩家这样子打到一半他就开泡泡了？还是你们认为像当事人这样子提早开炮才是明智的选择，不要跟对方赌运气？已经讲完了这个玩家差一点被清零的情况，那我们回来重点，为什么16服有这么多的玩家？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真的很夸张。那我就看了一下16服的军团呢，他们是有分成2个军团，其中一个军团呢是已经有5个联盟了，但是你们猜怎么样？他是拥有5个百亿联盟，而且这里的5个百亿联盟都不是压线的那一种，都是有超过可能160亿、140亿、130亿。我把这里5个联盟的战力全部加起来，总共有677亿8893万7027，所以严格来讲，他们是有6个百亿联盟。而且我刚刚讲了嘛，是677亿，也就是说它即将要变成7个百亿联盟了。但是你们记得我刚刚有讲过吗？它是有2个军团了，加上另外一个军团，总共有936亿战力，相当于有9个百亿联盟了。当然我们不能这样子算啦。而且这个是副军团，但是你们看到战力最高的都已经要接近100亿了，83亿。在国际服比较少见到这样子的情况啊，大多数都是分成2个军团。一个军团大概会有2个百亿左右，不会像他们这么夸张，5个百亿全部在同一个军团。应该是说没有这么多的百亿联盟可以这样子搞，并且你们不要忘记了，这个画面只有16服的玩家而已。我们来看一下国际服，这是我前2天直播的画面，这里只有光靠846的玩家而已。那你们觉得16服的玩家比较多，还是846的玩家比较多？这个是蝗虫过境，超级夸张。除了画面上看到派遣的部队之外，当他们打架的时候更加夸张，你们可以看到技能特效是从来没有停过的，尤其是现在又有李成桂、有诸葛亮、有贞德。我的画面是已经开到最高画质，而且没有开简化的情况下看到的画面。那正常的玩家有在打仗的话，一般都会看简化模式啊，所以看不到这样子的情况，否则就是设备卡着。那你们看到这么多的特效，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你们每一次打 KVK 都会卡着了吧？尤其诸葛亮的是最夸张的，每一次都可以看到他的技能特效。而且打这种 KVK 的王国大多数都是先锋王国，也就是人很多，加上这种先锋战局都是有很多人观战的，导致伺服器负载更加卡，在里面打仗的玩家是完全没有游戏体验的。所以各位真的是要想清楚哦，如果你们不想要这样子的游戏体验的话，最好还是避开先锋王国。不过看到这样的画面，也表示说还是有不少玩家依然还在玩万国觉醒，还不至于让这个游戏灭亡，没有人要玩了。而且也是因为他们，我们才可以看到精彩的画面。那么各位看了这一次的画面之后有什么感想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